原子的質量和體積都是極小，普通單位如千克或克都不適合表示它們的質量。由於我們不能直接計算原子的質量，因此我們如何估算原子的質量？例如，一個碳原子的質量是 1.992 乘10的負23次方克，這樣細小的質量。因此科學家們發現了一種更簡單的方法來計算原子的質量。我們通常用碳原子的質量作為參比標準，我們視碳12作為標準。過去，科學家們嘗試使用氫氣和氧氣16作為參比標準，但往後發現較重的元素和發現了新的同位素，導致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對這兩個質量數用作對比參數存在分歧。直至1961年，科學家最終同意選擇碳12同位素，它有6個質子和6個中子，成為標準原子。然後他們將碳12定為12單位，稱為原子質量單位 AMU。將其他原子的質量數與此參考標準進行比較，設定質子和中子的相對質量分別等於1。與元素週期表上的其他元素相比，碳12的原子質量可以精確地測量，因此將碳12定為12單位。因為它的質子和中子的相對質量是非常接近1，電子的相對質量接近0，因此同位素的相對同位素質量大致相等於其質量數。相對同位素質量，它是通過與某物質比較後的一個計算單位，被選用作為對比的物質是穩定元素碳12原子作為參比標準。例如，根據碳12標準，鎂原子的質量是碳12質量的2倍，因此鎂的質量是12乘以2等於24。計算相對原子質量方法1：大多數元素有多於一個同位素，在自然界中存在。以氯元素為例子，氯有2種穩定的同位素，氯35其豐度為 75.4%， 氯37的豐度為 24.6%。元素的相對質量與該元素的相對豐度有關。我們說的豐度，意思是某種同位素相對全部所佔的百分比。例如，氯35的同位素所佔百分比為 75.4%， 另外氯37的同位素所佔百分比為 24.6%。從以上數據可以計算出相對原子質量。在考試試題中，嘗試計算氯元素的相對原子質量，準確度是小數點後的一個位。計算相對原子質量的方程式是將各同位素的質量乘以它的豐度的總和，除以所有同位素的豐度之和。首先將每種同位素的質量乘以它的豐度，因此對於氯35同位素是將35乘以它的豐度是 75.4， 而氯37是將37乘以 24.6。然後我們將這兩個數字相加，由35乘以 75.4 得出 2639， 另外由37乘以 24.6 得出 910.2， 最後再將2639加 910.2 得出 3549.2， 除以豐度之和，即 75.4 加上 24.6 得到100。因為只有2種同位素，所以它們相加起來應該是 100%， 它們代表所有的氯原子數量。最後，我們將 3549.2 除以100得出的答案是 35.492， 但是問題要求小數點後的一個位，因此氯原子的平均質量為 35.5。計算相對原子質量方法2：注意，35.5的相對原子質量不是任何單一個氯原子的相對質量，而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氯原子的加權平均值。